失去一只松鸡和丢掉2支箭，在你最失望的时候，往往转折点就在此时。但前提是你足够努力。一大盘鱼宴加上一点云儿点缀，在荒郊野外绝对震撼你的味蕾。有的人为了50万美刀来参加比赛，但有的人却只是为了好玩，对50万美刀根本不来兴趣。堂堂一名大地主也来参加荒野独居，这不是在瞎搞是什么？这样叫其他参赛选手情何以堪？现在请各位点个赞并系好安全带，要发车了！跟随知识鼻祖一起领略10位奇能异事的荒野独居。荒野独居迎来第9位参赛者汤姆，他拥有一个1700多亩的农场，妥妥是一名大地主。汤姆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安分的主，经常在自家的农场放火烧山。朋友邻居们都说他是一个疯子，其实不然，有计划的放火烧山实际上是消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而且还有一个好处，被大火烧过的地方来年这片荒野将会变成一片沃土。汤姆出生在南非，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移民到美国。父母离异之后，他的爸爸再次返回非洲从事野外工作。每年夏天，汤姆都会跟随父亲去非洲一起野外生存。一来二去，汤姆练就了一身荒野求生本领。按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一旦动手就是箭不虚发，百发百中。这次参赛目的完全就是觉得好玩。至于奖金50万美刀，汤姆压根毫不在意。现在汤姆拿住弓箭来到茂密丛林猎食，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做事情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开弓射箭命中目标。这似乎是汤姆预料中之事，轻轻松松就猎杀到一只单相思的松鼠。汤姆一边炖煮松鼠肉，一边回想与父亲小时候狩猎的点点滴滴，在享受松鼠肉的同时，不停地左顾右盼，因为他深刻地知道，在野外享受食物的同时，自己很可能也会成为大型猎食动物的盘中餐。正所谓人生要有趣，生活必须带点绿。汤姆今天打算做一个飞钓的鱼钩。至于制作材料嘛，聪明的汤姆在临行前特意把一部分头发染成绿色，加上刚才猎杀到的松鼠尾巴毛发，一阵混合捆绑之后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汤姆牌飞钓鱼钩就做好了。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事不宜迟，汤姆赶紧去河边大显身手。果不其然，绿色的效果与威力非同一般，一下子的功夫就色诱了好几条鳟鱼自投罗网。这是我目前为止在荒野独居中见到过最结实的庇护所。为了赢得50万美刀，作为第10位参赛者亚当来说，一个舒适而结实的营地必不可少。他把整个庇护所都以粗壮的原木作为框架，然后再把防水布盖在屋顶上面。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？当然没有这么简单。为了能更好的起到保暖作用，亚当还在防水布上面从低往高盖上一层厚厚的云杉枝叶。这么一来，即便雨水再大，也不至于在屋顶积水成灾。而庇护所的墙体则由一根根原木和苔藓组成，一根根原木压住一层层苔藓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填补木头与木头之间的缝隙，就算起大风也很难吹进屋内。亚当这人做事还是有一套，为了屋内有足够的光线，还特意用透明的防水布做了一个窗户，白天有很好的采光作用，晚上也可以足不出户观察营地外面发生的事情。想每天都有足够精神来迎接新的挑战，一张结实而舒坦的实木大床必不可少，再盖上一层柔软的云杉枝叶，铺上保暖睡袋，这个看上去无与伦比的庇护所营地就此完美落成。亚当差点忘记了一样最重要的事情没做，那就是把与女朋友的合照夹在床头。这是他此次来荒野独居的原动力，也是一个人空虚寂寞冷的时候可以拿来慰藉一下。亚当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建造如此结实的营地，全因他的动机，因为他想要猎杀一头熊老大，借此赢得比赛。亚当是一名树屋匠人，同时也是一名羊驼剪毛工人。至于荒野生存技能，从来没有人带他上路，打猎和捕鱼等技术全凭自己个人的兴趣和爱好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兴趣爱好至关重要。另外，亚当的喜好也很广泛，他曾经自己一个人乘坐帆船横渡太平洋90天，这不得不称赞亚当一番。在座的各位又有几人能有如此勇气和胆量呢？亚当此次参赛的目的非常明确，赢得奖金，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。一个舒适的营地确实能为参赛者带来不一样的清晨。亚当一觉醒来，精力充沛的他既感谢自己的付出，同时也非常清楚接下来的任务安排。他必须在体能消耗完之前寻找足够的食物，带上装备出发狩猎。刚出门不久就有意外发现，
一堆黑色的熊爸爸吸引了亚当注意力，他还不忘用手指去捏一捏，检查它的新鲜程度，这不就是正中亚当的下怀吗？此时亚当对着镜头露出满意的笑容，他似乎已经嗅到熊肉的味道，要是能猎杀到一头黑熊，这50万美刀不就妥妥的成为囊中之物吗？虽然话糙理不糙，但猎杀一头森林霸主谈何容易？其实亚当身为捕猎者的同时，也是猎食者口中的猎物，加上现在这个时候正是大型猎食者寻找东粮的最佳时机，亚当一路寻找熊老大的踪迹，不知不觉来到山顶。虽然运气差了一丢丢，没有机会碰上熊老大与其切磋武艺，但大自然一向都不会辜负努力的人。在森林那边就传来了松基爱的呼唤，亚当带上弓箭，小心翼翼来到此地，拉开弓箭，屏住呼吸来了一发。看来今天起床的姿势不对，结果紧张过头射偏了。此时的松基似乎不把亚当放在眼里，他飞上树梢，还洋洋得意地舞动一番。亚当哪有受过此等耻辱？于是找准位置，对着松基再来一发。可同样的姿势，同样的运气，最终也是同样的结果。松基用出鄙视的眼眸看住亚当，大摇大摆地飞走了。此时风中凌乱的亚当也只能深深叹了一口气。亚当这次亏大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不但没能吃上松鸡肉，还把2支箭弄丢了。亚当只好带着忧郁的心情回营地去。为了弥补心灵上的创伤，亚当找来一根树枝，做了一支鱼竿，试试运气。俗话说得好，上帝关上一道门，一般都会留下一扇窗，前提是你足够努力。亚当手干捷报，鱼的个头虽然不大，但可以用数量来凑齐。不到一会功夫，众多条小鱼摆成豪华盛宴，旁边还不忘来点野生鱼饵点缀一下，满满食欲感油然而生。坐在温暖而舒适的营地里，手拿一天辛勤劳动的食物，一口敬远方的家人，一口敬努力的自己。此时此刻，就算给你山珍海味，也不一定有这盘鱼宴来的芳香可口。目前为止，10位参赛者全部介绍完毕，接下来就看他们各自的精彩表现。想知道后续发展如何，请记得点赞加订阅。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提点，欢迎评论区交头接耳。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